人该到了。报告，吴大洲，没想到陆军还抽调了这么一支劲旅，来加强蓝军旅的阵营啊。云晨啊，他的任务啊，就是来解决红军的那2支新支营。报告首长，我跟巨峰营还有玉峰营的指挥员都交过手，对他们很了解。首长可以直接下达指令。哼，别吹牛啊！陷阱我给你挖好了，接下来就看你表演了。明白。哎，无论如何，你要搞清楚，这支部队到底是不是玉峰营。是。旅长，巨峰营侦察分队刚刚获悉的情报，蓝军指挥所就驻扎在丁阁镇的一座厂房里。消息准确吗？完全准确，刘望远就在现场附近发回的消息。我们侦察兵啊，巧妙地拍下对方指挥员的图片，虽然有点模糊，但是完全可以肯定，就是狄云峰和龙远山。一个刘望远，可以啊！给侦察分队记上一功。是。江日强有行动吗？我估计啊，就在我们双方的当口，远程火力已经完成了覆盖。没想到，这个蓝军指挥所真的在丁阁镇。哎，他们敢把真的指挥所当作诱饵，这个狄云峰是有点过于自信了吧？狄云峰高深莫测，因为5营的遭遇啊，就连我也觉得，那是一个吸引我们兵力上钩的陷阱。这事儿啊，应该没那么简单。这个狄云峰可真够滑头的，这个仗都打成了谍战剧了。打仗嘛，实者虚之，虚者实之。这位蓝军司令员，还真是名不虚传呐。营长，远程火力压制，导弹精准制导，无人机空中配合打击，绞杀斩首行动大功告成。确定打击结果？从无人机传来的打击效果看，打击有效。好，通知刘参谋，给他1更连，加上配属兵种分队，对指挥所剩余蓝军进行收购。是。信息已经发出去了，等着郭子健收拾你吧。报告，蒋，刘参谋发回信息，
丁格镇的目标是个诱饵，他们遭到吴大洲特战队的伏击。老刘是好样的，是我判断失误。这个狄云峰实在太狡猾了，弄了半天，指挥所竟然是个陷阱。打击无效，这怎么可能？导演部不会出错，他们打了一个时间差。只有一种解释，他和龙远山的故意现身，就是为了做给我们看的。等到我们的侦查员发回确认信息，他们再从容离开，留下吴大洲对上钩的猎物进行绞杀。也就是说，我们的侦查人员一开始就在他们的掌控之中，我们从一开始就被他们监控了。我们还是中计了。不过老刘的出现，至少可以给他们吃颗定心丸，让他们相信我们就是御风营。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大的作战计划就可以继续推进。可我们现在兵力损失不少，而且他们已彻底锁死了这片区域，我们必须突围。别着急，等下半夜往海边转移伪装，等待旅长命令。是。这样一来，江胜强的火力部署以及实力状况基本上已经暴露了。那我们现在怎么办？以蓝军强大的火力，这一次一定是对我们的一次联合绞杀战。传我命令，命令炮兵营入夜后立刻将炮阵地设置在当前位置偏东2公里处，无规律分散布置。命令工兵营入夜后立刻展开设帐，并且做好应对，随时破障准备。命令侦察营立刻全力搜索蓝军主力，必要时可以打散编队。还有，对已经收拢并且完成汇合的作战分队，接到命令后立刻转移至封闭山区域。是。老徐，我建议御风营即刻投入作战，天眼通辅助打击，是时候了。是时候了。这个回合呀，应该说红军靠着天眼通，打了蓝军一个措手不及，但是啊，自身的损失依然严重。现在蓝军实际的参战人员，基本保持着一个加强团的作战基数，而且特战分队依然完好。红军危险喽！兵力虽然不及蓝军，但是我的御风营还没出场呢，而且他们配备了新型的装备，那可是以一当十。吴大洲得手了。边山，你看看这个，咱们这次演习是不是应该提前结束了？可是他们的有生力量并没有被消灭。御风营所配的作战参谋已经被吴大洲光荣击毙，御风营所剩的残兵败将已经被我部特战队逼至海边。如果他们稍有异动，我就可以把他们一口吃掉。你还有什么可担心的？我建议利用卫星和无人机对这一区域数百平方公里进行全方位搜索。哎，你的意思是说，他会有一支骑兵从天而降？哼！没有亲眼见到郭子健这小子露面，我不敢下任何结论。又是郭子健。同志们，从现在开始，我们将被重新激活。由于情况特殊，后续的命令将通过 GP 杠外保密线路传达。当前的形势是，蓝军还保有一个加强团的基数，而且兵种齐全，布局得当。在遭遇歼灭的打击后，396旅除了我们，只剩下旅机关以及部分残缺不全的分队。
一句话，形势严峻，396旅看我们的了。有同志可能会问，飓风营去哪儿了？我告诉大家，飓风营目前只剩下半个营的兵力，而且全部被困。江营长和他的飓风营，从出营门开始，就一直装扮成我们御风营，甚至在遭遇打击之后，部队的连通使用的都是我们御风营的编号。大家说这是为什么？掩护御风营，完成对蓝军的致命一击。没错，在更大的胜利面前，江营长和他的飓风营甘愿牺牲自身荣誉，为我们趟雷区、挡子弹。这份情谊，这份胸怀，我郭子健自愧不如。如果我们拿不下这仗，那就是对不起江营长和飓风营的兄弟们所做出的牺牲。同志们，作为一支人民军队，如果不能打胜仗，那结果就是国土的沦陷，人民的苦难，更是部队永远涂抹不去的耻辱。下面我命令红图分队兵分2路，夜袭蓝军机场及炮兵阵地。是。远火分队对我刚刚确定的蓝军特战排驻地丁格镇化肥厂实施间歇性炮火覆盖。是。无人机编队对黄梅岭蓝军装甲集群黄风坡炮兵阵地实施精确打击。是。所有战队兵分3路，同时配属侦察预警力量，无人机全程监护。一路抵丁格镇化肥厂，清除吴大洲残部；一路抵黄梅岭，一路抵海丰口疑似蓝军指挥所。接敌后，按照作战计划投入战斗。特战排到。根据前期侦查，猎豹突击队能够事先预伏的地点只有鹰嘴峡。特战排第1作战小组乘直升机事先抵达，第2、第3小组分散护卫步兵分队。是。电抗分队具体任务由梁参谋负责。是。同志们，前期准备我们封闭冬眠，连导调组的人员都不知情。现在各分队的导调人员已就备，万事俱备。我命令御风营全体人员行动。是。老乔，看见没有？仗打到现在，这未来战场的大幕才算刚刚拉开。很快，郭子健这个联合作战的棋局就会摆在狄云峰的面前，这是典型的全域作战雏形。信息对抗的特点将更彻底。一个营而已，实力相差悬殊。郭子健未必能翻盘吧？随着现代科技的无孔不入，未来战场的规模不是以人员和装备的数量来划分等级的。这可是你说的。你这是拿我的话在堵我的嘴啊？老张，我记得当初你对御风营可是不怎么看好的。一样。就目前世界上几个局部的小型战力来看，营级力量的功能拓展已经成为一种趋势。这不仅体现在那些非军事强国，就是那些在军事力量上优越的大国，也在积极实施。这一回啊，我对御风营和郭子健充满信心。
保证完成任务。听我命令，随时准备出发。离火到第一小队准备入行。是。营长，没睡会儿啊？睡不着。我们中段与外界所有联系之前，向外界发送了2条信息，一条是给旅指挥所的，另外一条是给御风营的。现在看来，这2条都没起作用啊。说说你的想法。搜索圈越来越靠近警戒区了，看来天一亮，这西洋镜自己就穿帮了。耐心一点，有的时候，静静的等待，也是一支队伍作风的体现。队长，这么晚了，旅长怎么突然下令大范围搜索呢？夜长梦多，现在我们的兵力和火力都比他们多出许多。只要抓到他们的人，那他们就必败无疑。你说旅长心里是不是也犯嘀咕？嘀咕什么呀？旅长对我们的自信还有信心，那都来自于我们可以精确地完成每一次命令。就是不想把战线拖得太长罢了。对，集中火力，一次解决战斗。报告营长，对方搜索人员已进入戒严阵地，请求实施。不开火的情况下，能否全歼敌人？应该是特战队，不好对付。目标一旦暴露，就地将敌歼灭。所有人员放弃现有阵地，立即更换潜伏地点。是。把视频给我倒一下，从这放。集合！紧急集合！别得意，虽然我们几个被办了，但你们也暴露了，你们一个也跑不了。是吗？红军剩余的主力位置已经确定了，但是他们开火之后就会立刻转移阵地。我们的后续部队已经跟上，他们跑不了。现在就是看我们的时候了。哪来的飞机啊？是不是咱们战机也得到情报，所以去轰炸？不可能，情报是1对1的，我还没上报呢。是红军，隐蔽，隐蔽！接到战报，蓝军特战队营区已被御风营全面火力覆盖，步兵分队预计会很快抵达营区，清扫战场。我们解放了。好，
郭子健没有让我失望。命令全员出击，将蓝军搜索队全部歼灭。给御风营发电，让他们一定要当心蓝军的猎豹突击队。我们的很多装备就毁在这帮兔崽子手里边。是。郭子健，是时候展现真正的技术了。报告，我驻丁格镇特战队营区正遭受红军攻击机多次打击，人员侥幸脱损，但装备损失惨重。这是哪来的火力？难道是许灵军的第2梯队？不用猜了，一定是郭子健的御风营。处长，黄梅岭的装甲阵地、野风谷的炮兵正遭受无人机饱和打击，战损率分别达到60%和65%。传我命令，我部所有的远程装备进入随时应战的状态。是。命令，侦察预警分队，立刻找出红军火力的来源。是。报告，说，侦察发现红军3路步兵分队正沿海城线、丁梅线向我逼近，距离60公里。一人一案，装备不明。天上打完，地上扫除，这是要斩草除根的节奏啊！这小子想的倒是挺美。是到了我猎豹突击队露脸的时候了。我命令，我方的步兵分队不惜一切代价阻挠红军车队前进的速度。再有，命令田康在鹰嘴峡设伏，告诉他，彻底消灭红军的特种分队，不许放走一兵一卒，否则让他不要再来见我。是。鹰嘴峡确实是打伏击的好地方，就是不知道这块肥肉能不能吃到嘴里。我狄云峰最爱吃肉了，这送到嘴边的肉，没有不吃的道理。御风营的出现，就是要出其不意，挥刀反击，一剑封喉。一剑封喉，这才哪儿到哪儿啊？红军只是打掉了蓝军的远程火力，打残了装甲和炮兵，打掉了蓝军特战队的装备，但是蓝军引以为傲的猎豹突击队，目前还毫发无损。老营长，这虽然离开部队这么些年，但是您的军事素养可一点都没落下，对战局了然于心呐。过奖了。但是啊，您不了解我们营长，他呀，总是能给我们惊喜，您就等着看吧。是啊，看来我还真不够了解他。队长，红外条件下，杀伤效果精确率达到60%，已经很高了。漏网的装备和人员，咱们第3战队会收拾他们。好，准备转移。是。
同志们，接上级最新敌情通报，对方伏击点不止鹰嘴峡这一处。现调整任务如下：马铮铮，近战交给你；赵小云，你带领第1小组抵达南坡后，利用夜视器材和夜视静音无人机辅助，远程指挥特战队员就近歼灭对手。狙击手占领左侧制高点，重点狙击漏网之敌。是否清楚？清楚。执行。第1小队，跟我走。第2小队，跟我走，目标北坡。1号已到达指定区域，完毕。报告，2号已到达指定区域，完毕。通讯员，栋梁，我是拐栋梁，收到请回答，收到请回答。收到，拐栋梁，我是栋梁，请讲。发现敌情，停止前进。全体注意，车队停止前进。停止前进。报告猎豹，红方车辆暂停，侦察车辆前出排查，完毕。明白。一会儿找到能隐蔽的地方，立马隐蔽。他不敢开枪。第1组、第2组，收到，请回答。我们中埋伏了，那怎么办？对方山坡上的人一时半会儿下不来。一会儿你听我口令，你们马上对这个红军侦察小组发起伏击。并掩护我的伏击小队直接冲进对方车队，近距离伏击对方战车。是。
好意思，下手重了点。你已经输了，退出演习吧。说句实话，我出道从中尉干到少校，还从来没吃过像今天这么大的亏。这也就是你，不然这台指挥车也干不掉。我的战损可以忽略不计，反正过了鹰嘴峡，2支战队会分头行动，他们都有各自的指挥员。我的使命已经完成。爸，你看到了吗？那个就是我们的神行百变Y5格装备，它不仅特别的轻便、特别坚韧，而且弹跳力特别好，能把战士的速度和负重提高20%。这个杨茂林是给我们做了一个大大的广告。演习成功了，我给你记一大功。是我们。这就是军梦集团设计的外骨骼装备吧？今天晚上还真是让我大开眼界了。对于外骨骼，这才刚刚开始，更惊艳的还在后头。刚才我看到那个田康，被红军的特种兵勒着脖子，说实话，心里不是滋味儿。首长，您一碗水可得端平了。我不是不端平。你知道吗？田康和他的猎豹突击队，那是我们树的一个典型啊。可是没有想到，一夜之间，就让郭子健的队伍一举给歼灭了。我只是感慨，现在科技发展的这个速度啊，可以让我们刚刚获得的荣誉，瞬间呢，就成为历史了。我能问你们一个问题吗？问。你们到底是不是真的御风营？御风营，如假包换。各小组，出发！没想到，对方先我们一步，在鹰嘴峡设伏。这小子真不简单呐，把我的猎豹都给吃了。我们对猎豹过于自信了。郭子健这个对手，总是会超乎我的想象。他以为用这个办法就能打赢这场战争，想得太简单了。袁山，我有一件事情想要拜托你，也只能拜托你。丁旅长，根据任务，我现在就是你的参谋，尽快下命令。郭子健现在在哪儿？正在赶往主战场。好，告诉他，我还是那句话，对御风营的指挥不干扰，不取代。好，现在通过天眼通等多种信息渠道综合判断，海风口就是蓝军脑神经所在地，我们可以发起总攻了。政委说的对啊，参谋长，抓紧时间收拢人员，同时通知江振强，一起向海风口聚集。啊，有一点，
要跟郭子健讲明，他最少要有2个战队，包括无人机编队，必须支援主力作战。可是田衍冲在提供最后一次信息之后，已经遭受到干扰。我们掌握的信息已经足够了。报告，第1战队已抵达丁格镇化肥厂，但是现场并没有发现任何蓝军特战队员。那我们几个波斯轰炸的是什么？难道情报有错？情报应该不会有错。现场发现大量的战损设备，但是战损人员却很少。问其他的人去哪儿，问不出来。去哪儿了？能去哪儿？跑走了呗。这个吴大洲率领特战队，就是来找我们复仇的。现在找不到人，后面恐怕会有麻烦。那所以你现在的判断是？很简单，事情还没有结束。还有，转移指挥部。是。命令！命令海风口附近所有的分队成员迅速撤离到指挥所附近，错落搭配，密集防守。是。局长，目前梁红的信息平台和我们的信息平台同时捕捉到蓝军指挥所的信号，可以确定是狄云峰无疑。好啊，据说这个狄云峰啊从来没败过，这回我们让他好好尝尝失败的滋味。如果不是郭子健提前布局，要不是御风营啊是新制营，咱们翻盘还真不好说呢。是啊，报告，江胜强等已经赶到，正与董正娥合围。同时，赴黄梅岭收拾残局的御风营第3战队人员战损率40%，也在赶往海风口。这回啊，这个狄云峰就是插上翅膀，也难飞出海风口了。哎，说说，大家对眼下这个状况怎么看？就作战流程来说，没有问题。但就本次演习来看，总觉得意犹未尽，不该这么快就结束。啊，让我说的话，4个字：各怀鬼胎呗。这些年搞演习，大家都精明了，所以谁都不肯孤注一掷。哼，你这纯粹是废话。首长，我们都说了，您这葫芦里装的什么药，也拿出来晾一晾。我的答案啊，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谁要是能成为黄雀背后那个拿弹弓的人，那谁就有可能成为笑到最后的人。首长，两军对阵只有螳螂与蝉，怎么会出现第3方的黄雀，还有第4方的弹弓呢？对弈思维的美妙，恰在此处，啊！恰在此处。今天这天气预报不会报错吧？你看这阳光多美。报告，云图的移动没错，风向没错，起风应在下午50许。我邀请你看日出，你跟我说一堆有的没的。
要有力气。